哥几个，我先走。白昼向各位问好。将军。少年庆晨说完便站起身，留下头发稀疏的老头呆坐在原地。我还可以，这才下午13步啊！这不用挣扎了。每天都要输给你20，我这上午刚从老李老张那儿赢来的20块钱，这会儿全都输给你了。哎呀，这算命的说我能活到78岁，我现在才50多，这要是每天输给你20，那我得输出去多少钱呢？但我还教你下象棋，去找他们赢回面子。这样算下来，你这2天教的都是没用的东西，不要这样自信。去，这行了，复盘吧。当头袭来的炮，楚河汉界上的汉，还有下棋时从他们身旁路过的大叔，穿着白色裙子的小女孩车三步，有一个穿着米色风红方炮2平，黑方的炮8平，马2进3，黑马8进4。庆晨一步一步地挪动着棋子，老头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前面都是正常开局，可他想不通，怎么到了第6步，自己明明吃了对方的马，却突然陷入颓势。弃马13招的精髓就在于第6步进车棋，这是撕开房下杀手锏。你前天和王城公园里那个老李下的棋，我看他喜欢顺风顺水，你拿着弃马13招打他。对面的老爷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1个星期之内学会我教你的弃马13招，你就可以把面子找回来。毕竟他下了一次。老头面露喜色，但他又突然问：你学1个星期能赢他，那我学棋多久可以赢你啊？雨棚之下，庆晨认真地思虑起来。算命的说你要78岁，那能行？你少说2句，我说不定能活到79。你这会儿应该在上晚自习呀，你今天怎么放学这么早？我在。你小子，你下棋这么厉害，你怎么不去参加象棋比赛呀？你不是说你缺钱吗？得了冠军也有钱拿呀。我只是将许多棋谱都记在了脑子里而已，跟你们下一下还行，真遇上高手就露怯了。我的路不在这儿，下棋只是暂时的。全都记在脑子里。我以前觉得过目不忘这种事儿都是别人瞎编的。雨缓缓停了，就在此时，老头发现庆晨愣了一下，他顺着少年的目光看去，正巧看到胡同外有一对夫妻牵着一个小男孩走来，灰蒙蒙的世界也挡不住3人身上的喜悦神色。庆晨转身就走，留下老头坐在福来超市门口的雨棚下轻声叹气。中年女子看到了庆晨的背影，开口喊了他的名字，但庆晨头也没回的消失在了胡同的尽头。胡同两边的墙很旧，白色墙壁脱落之后，留下一块一块斑驳的红砖模样。庆晨要等的人来了，但他又不想等。张大爷，庆晨怎么又来找你下棋啊？哎呀，你自己的儿子，你问我，他没生活费了，只能靠着下棋给自己赚点小钱吃饭。可我每个月都有给他爸爸打庆晨的生活费啊。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可他这时候不是应该在上晚自习吗？他好像说他在等人。不行，我得回家里看一眼。晚芳，浩浩今天生日，我们已经定好位置了，吃完还得带他去看电影呢。庆晨可能逃课了，我不管不问也不行吧？他都17岁了，能管好自己。再说了，还有他亲爸呢。
啊，其实等周末再去看他也行的。今天我们先陪浩浩。行，今天先陪浩浩过生日。喂，爸。要生活费找你妈要去啊！没钱，他现在有钱的很。我我不要钱，我已经很久没找你们要过钱了。啊，又要去学校开家长会啊？找你妈去！这种事情你找我去。他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小臂上，宛如液晶显示屏时白色数字与符号。倒计时5小时58分13秒。若黑暗无法自己度过，我就用白昼重新定义黑暗。你要明白啊，我的朋友，我们不能用温柔去应对黑暗，要用火。白色数字像是镶嵌在他的血肉与皮肤中的荧光纹身，无论他怎么揉搓，都没办法将它抹掉。细看它们，庆晨还看到那数字中有特殊且细密的纹路，像是机械的零件在相互咬合着。数字在无声地变动着，仿佛传出咔嗒咔嗒的机械咬合声。倒计时5小时58分12秒，5小时58分11秒。这一切都似乎在提醒着庆晨，当倒计时结束，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庆晨看了眼挂断的手机，又看了眼空无一人的房间。他不知道5小时58分后，自己将迎接怎样的人生。他只知道，他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庆晨换上一身干净的套，用兜帽的阴影遮住了自己的模样。趁着夜色，他出门朝农贸市场方向走去。他在五金店买了钳子与铁锹，在粮油店买了1袋米和1袋面，以及食用盐，还在药店买了几盒抗生素，在超市买了电池与手电筒、压缩饼干。庆晨拎着东西回家之后，便进了厨房。他先将案板上可用的刀具都放在了屋子里最趁手的地方，菜刀放在枕头下面，剔骨刀则放在床头柜上。倒计时2小时43分11秒。他确认了一遍门窗都关严，于是便坐在床边开始沉思，是否要寻找帮手？可他能找谁？庆晨拿出手机，试图对着自己手臂上的白色倒计时拍照，结果却发现明明自己肉眼可见的白色纹路，却根本没有出现在手机屏幕中。这种诡异而又离谱的事情，找普通人帮忙恐怕是没用了。等等，庆晨似乎想到了什么，他起身走进客厅翻找起来。2分钟之后，他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观音菩萨吊坠，认真地摆在面前，拜九下。最后一项准备工作做完了。时间为晚上9点半。庆晨坐在床上低头看了眼手机，卧室里只有着微弱的光，微信里也只有同桌南庚辰发的寥寥数语，再没有其他人给他发来消息了。母亲张婉芳的微信头像安安静静的，这让庆晨有一丝失落，当然也只是一丝罢了。其实他并不埋怨母亲，父亲赌博将家里多处房产变卖，还有家暴行为、出轨行为，庆晨一点都不觉得母亲主动离婚有什么错。在父母离婚前夕，姥姥曾劝母亲不要离婚。你一个女人带着10几岁的儿子当拖油瓶，以后还怎么成家呀？谁会跟你再婚呢？如今母亲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庆晨或许有些失落，但是依然很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倒计时2小时31分12秒。庆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是自己人生当中的最后2个半小时，那自己应该做什么呢？这个问题既严肃又浪漫，因为他是在问你人生中最想做却又还没来得及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是什么。未能表达的爱意，想见却没见的人，想去却没去的地方，想说却没有说的话，都在答案范畴。这个问题直问本心。
喂，警察同志您好，我要举报洛涧区龙腾小区17号楼2单元201室有人聚众赌博。好的，我们现在安排出警。到家，庆晨看脸手臂上的白色纹路，倒计时0小时31分49秒。最后的半个小时里，庆晨将书桌上的台灯打开，安静地写下了一封遗书，留在桌上。如果他死于今日，或许未来某一天，家人与朋友还能够看到他最后想说的话。如果他没死，那他的人生或许将是另一番天地了。倒计时0小时0分12秒。写完遗书之后的庆晨端坐起来，他右手紧紧地握着剔骨刀，清澈的眼睛里瞳孔顿时收窄。10、9、8、7、6、5、4、3、2、1。没有鬼怪，没有丧尸，没有灾难。庆晨静静地看着世界陷入静止，他手机上的时间像是永远停留在了0点。墙壁上挂着的时钟秒针突然不再跳动，窗外的光也不再摇曳。他微微一动，凝固的时间好像被他的动作给打碎了，眼中的世界宛如镜子般碎裂开来。庆晨提着手中的剔骨刀环视着四周，书桌没了，屋子也没了，只剩下一片黑暗。若黑暗无法自己度过，那么我就用白昼重新定义黑暗。你要明白啊，我的朋友，我们不能用温柔去应对黑暗，要用火。庆晨躺在一张狭窄的硬板床上，这里是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从来不曾来过。他先是看向自己的手掌，那里空无一物，原本握着的剔骨刀也早就消失不见了。再看向手臂，赫然发现手臂上的白色纹路已经改变。回归倒计时47小时59分59秒，下一刻倒计时跳动了1秒，回归倒计时47小时59分58秒。他身处一间灰色灰暗的囚室，除了一面充满了科技感的合金闸门外，其他地方是完全封闭的墙。囚室是单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床单，旁边还有一个置物架子，架子上除了被子、牙刷、毛巾之外，空空如也。囚室的墙壁是灰色的，可让庆晨不能理解的是，这灰色的墙壁在外面微光照亮下，分明在散发出金属的光泽。金属墙。庆晨坐起身子，愣愣地抚摸着墙壁，什么地方才会使用这种不计成本的建筑材料？很明显，这里不属于他曾经认知的那个世界了。他迅速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掌，手里的剔骨刀也不见了，但是这个手掌上的指纹与曾经的他完全一致，就连手上的毛孔位置都半分不差，这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庆晨抱着膝盖坐在床上，他望着厚重的合金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慢慢的，门外开始嘈杂起来，隔壁还有人用力拍打着合金牢门的声音。庆晨慢慢的走到门边，试图贴着门听一听外面在吼叫什么，结果还没等他听清楚，发出了清晰的气压传动声，门开了。他看向门外，门外是一条回形走廊，广阔的监狱里，不知何处的广播突然响起：早晨7点整，早餐时间，请所有服刑人员依次列队前往餐厅就餐。声音在监狱堡垒里回荡着，而庆晨依旧看着眼前的门槛，似乎只要他踏出去，一切都不一样了。其实他觉得自己从某一刻开始就已经有所不同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当他以为生命只剩下最后2个半小时，于是就去做了自己最想做却以前不敢做的事。自己连亲爹都举报了，还有什么不敢面对的？只见外面并不宽敞的走廊里，每个囚室门前都站着一名囚犯，一位老头佝偻着身子朝他看来，只见对方的右眼眶
竟是一只泛着红色微光的机械眼睛。对方整个右眼眶都是机械结构，这金属布线一直延展到了右侧的太阳穴位置。机械眼睛看起来并不精致，甚至还有些粗糙。机械眼里不停地变换着焦距，似乎对方正在解析着他身上的细节，就像是他用记忆力解析别人一样。一位魁梧的中年囚犯，右手臂竟完全由机械组成。对方活动着手指，清晨还能听到对方手掌开合时机械零件转动的金属声。那粗壮的金属手臂像是球结的钢铁肌肉般强硬而暴躁。整个监狱要塞里竟是有一半的人都拥有机械肢体。机械文明，清晨脑中蹦出了这4个字。还没等他继续思考，只见隔壁囚室那魁梧的囚犯冲他笑笑：喂，新来的，早饭不要吃太多，不然吐出来的时候会很难看。话音一落，走廊上传来了不少人的哄笑声。听说昨天晚上新来了12个人，今天可以娱乐娱乐。这小子身上一点机械肢体都没有，看样子在外面也没什么关系嘛。听到新来的3个字时，庆晨一愣，他还以为对方知道自己刚刚从地球穿越过来，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这个新来的应该是指他刚进监狱，对方应该是不知道自己地球人身份的。而且庆晨皱眉思索着，对方所谓的娱乐对自己来说恐怕会是一场灾难。他克制着自己内心的躁动与恐惧。一个普通高2学生面对突如其来的凶狠变故，庆晨唯一能做的就是先强迫自己不表露出任何异样。突然间，对面4楼走廊上有一名少年抓狂起来。可喜哥，我先走。白昼向各位问好。这是什么地方？我要回家！我不要待在这种鬼地方！你们是什么人？我是黄继仙，我爸是洛城永利集团的董事长，你们离我远一点！说着，那少年竟是沿着走廊疯狂地奔跑起来。其他人并没有动，就像是看热闹似的站在原地观望，依旧保持着对立。有人疑惑：洛城是哪里啊？骤然间，庆晨听到头顶有风鸣声传来，他抬头看去，赫然发现高而深邃的天花板上正有4架如同水滴般的无人机脱离了墙壁，开始向下坠落。庆晨目光停留在天花板上，那里竟是整齐的嵌着18台加特林一样的金属风暴炮台倒悬着。随着那慌乱少年的跑动，其中9台金属风暴也在转动。请停止走动。无人机上发出女性的声音：再次警告，请停止走动。紧接着，监狱堡垒里响起了广播声：请所有服刑人员原地待命。仅仅10多秒的时间，4架无人机便将那少年死死地堵在走廊某处，每一架无人机的正下方都有枪口指着他。与此同时，监狱堡垒下方也有闸口打开，9名举着冰冷枪械的机器人正全速进场。少年恐惧无比地跌坐着，而庆晨则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对方的行为有些过激，但是帮助庆晨了解到了许多的信息：机枪、无人机、机器人、机械肢体，无数信息一时间全部汇入他的脑中。但最令庆晨诧异的其实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从地球来到这儿的人，不是第一个，应该也不是最后一个。曾经庆晨也想过，会不会有其他人手臂上也出现倒计时呢？现在看来，他的猜测最终成了现实。穿越者有多少人？几百、几千？从地球穿越到这个世界的人一定不少，光这个监狱都有2个，就更不用提监狱以外的世界了。哎，这次来的新人有点意思，像个傻子。我听说他是因为偷税漏税判了7年进来的。这年头敢惹税务征收机构的人，不是傻子是什么？庆晨朝着声音的来源看去，对方见他看来，便挑起嘴角：“嗨，新来的，你做好准备了吗？”周围人群顿时又哄笑起来。
庆晨皱眉却没有理会，他重新看向那个被无人机围起来的少年，他见过对方。庆晨今年17岁，在洛城外国语学校上高2，而这位崩溃的少年则是高1年级的，这倒是让庆晨有些诧异。难道穿越前所在位置相近，穿越后的位置也会距离很近吗？庆晨还发现了一件事，这里的人全都在说普通话，竟是没有一个说方言的。此时此刻，机器警卫正沿着楼梯冲上去，每次踏步都能跨越5阶楼梯，并伴随着独特的液压传动声响。那名少年已经哭得不成人样了。一般人在陌生的地方遇到同乡，都会升起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可是庆晨并没有这种感觉。他看着那个已经濒临崩溃的少年，便意识到同乡并不一定能够帮到，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拖累。不是所有人在面对着初来乍到的机械文明还能够保持冷静的。庆晨站在原地，环顾着监狱堡垒。刚刚从监区外闸门冲来的机器人上楼，将那名恐慌的少年带走了。突然间，庆晨愣住了，他看到已经有3个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楼下广场的餐桌旁。一名看起来40多岁的中年男人坐着，另外2名年轻人笑眯眯地守在他的身旁，正饶有兴致地抬头打量着楼上的囚犯们。中年男人面前放着一张象棋盘，棋盘上则是摆好了一副残局，棋盘旁竟还卧着一只揣着爪子的猫，灰色，耳朵上面有2丛尖尖的毛，看起来有点像猞猁，但又不是。阴猫？这监狱里还能养猫？庆晨有些错愕，他刚才的目光被同乡吸引，以至于他都没看到这3人1猫是什么时候来到广场的。此时只见那中年男人专心致志地盯着棋盘，仿佛楼上发生的事情与他毫无关系一样，而且就连广场上的那些机器人都当这3人1猫不存在似的。楼上的严肃紧张与楼下的轻松从容，像是2个不同世界般的鲜明对比。这3人中，2个年轻人穿着正常的蓝白相间的囚服，而中年男人却是穿了一身白色练功服。在这灰暗压抑的环境里，那么白色出尘极。哥几个，我先走。白昼向各位问好。监狱长吗？不对呀，对方虽然穿着异于其他囚犯的练功服，可那练功服胸口还绣着小小的黑色服刑编号，仿佛感受到了他的目光。中年男人身旁的一名年轻人竟然突然转头，笑意盈盈地回头看他一眼，像是在审视。庆晨立刻收回目光。待到那名崩溃的地球少年被带走之后，监狱堡垒里再次响起了广播：按队列依次前往餐厅就餐。话音刚落，庆晨便看到所有囚犯向右转，所有人排着长长的队形，沿着楼梯往广场前进。直到这个时候，庆晨才有机会统计所有囚犯人数，包括他3102名。打饭时，只见2名身材魁梧的囚犯拉扯着一个年轻人往距离餐厅最近的1楼囚室走去，还有不少人跟在旁边起哄。有人交代着：赶紧把他拉到囚室，不要在广场上弄伤他，小心机械狱警插手。你放开我！然而不管那年轻人怎么说，怎么奋力挣扎，都没有人理会他，反而招来了更嘈杂的嘲笑。突然间，庆晨前方安装着机械眼睛的老头转身笑道：别东张西望，待会儿就轮到你了。庆晨平静地看了老头一眼，老头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感觉心里一紧。庆晨发现身边的3个人若有若无地朝着自己靠近过来，像是要直接控制他。新来的，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但我不会帮你。各位注意，新
冠军诞生了。将军，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清晨没有理会他，只是将目光投向年轻人身后。他认真地看着中年男人，前兵进一，这残局我能解。中年男人直到这时才抬起头来。当他抬头的瞬间，广场上突然安静了。中年男人并没有对他说什么，只是平静地推动了棋盘上红方前卒进，而中年男人自己所持的黑方则选择了象五退七，杀掉了那刚刚汉拱的卒子。庆生在远处静静地看着棋盘。四寇秦王是地球上也算有名的残局了。所谓残局，一般是指黑方必胜，红方连和棋都做不到。若是和棋，就算是把这残局给解了。但是庆晨并不满足于和棋。继续，兵2兵3，中年男人直接闭上眼睛，与庆晨推演盲棋。将6进1，庆晨也闭上眼睛，后车进4，象7退9。到第6回合时，庆晨突然开口，车1进7。那中年男人闭上的眼睛竟是再次睁开了，他惊讶地看着庆晨。象退7。前5步时，彼此来来往往，平淡无奇。可是到了这第6步之后，双方竟然开始步步换子，你杀我，我杀你，血流成河，哀兵遍野。双方在棋盘之上果敢与决断都极其残酷。四寇秦王之局竟硬生生的让两个人杀出了一股无勇之气，彼此为了最后的胜利都不惜牺牲一切。开局时庆晨有4枚过河的汉卒，可他却将4卒一一舍弃，唯留最后一枚车1平4，将死无疑。第15步，庆晨终于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兵5进1。也是直到这一刻，四寇秦王的残局解棋才终于迸发出了难以言喻的魅力。彼此在楚河汉界上消杀相解的局势，竟让中年男人感觉像是真的在战场上与谋士对垒一样。这棋每一步都凶险到了极点。攀登的过程也许漫长，巅峰的风景是值得的。我们都将殊途同归，不必心急。倒计时39小时31分29秒。庆晨默默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他要把自己能够看到的信息全都记录下来，等独自回到囚室之后，就可以慢慢进行分析。您终于进来了，我是陆广义，庆爷安排我3个月前进来的，您叫我小陆就行了。庆晨满头的问号，他愣了一下，看向对方。这个叫做陆广义的青年大概24、25岁的模样，寸长的黑色头发，右手臂和左腿都装载了机械肢体，眼部还有机械眼睛。这一身机械肢体与大部分服刑人员不同，不论是流线造型还是材质，都看起来就十分精良。庆晨搜索着记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陆广义在1个多小时内竟然看了自己21次。庆晨不知道此人是谁，可对方这个说话的语气分明就是认识自己的，而且听陆广义的意思，自己进这座监狱堡垒好像也是另有所图。庆晨怕败露自己穿越的事，我暂时还不需要你帮忙，有些事情我自己做就可以了。不行，我必须把您给伺候好。庆晨现在都有点懵了，自己这明明是身体意识一起穿过来的，为何会有如此诡异的过往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的人们眼里，自己真的在这个世界生活了那么多年。今天早上我还在想，您为何没有第一时间来找我？结果您是打算以新人身份去接近李书桐，太高明了。在这18号监狱堡垒里，如果能够得到李书桐的帮助，我们的计划会更加顺利。什么计划？你在说什么？我进来已经3个多月了，情况都摸清楚了，不会掉链子的。青年说话叽叽喳喳的，庆晨只是默默的听着。这就像玩谁是卧底时，你拿了一张空白牌，得等大家发完言了才能说话，不然别人拿的词条都是尿，你第一个发言说能喝，
这会出大问题的。这个时候，庆晨意识到对方说的李叔同恐怕就是那位中年男人了。陆广义见自己一进来就立马去找李叔同下棋，结果错以为自己是带着使命来的。不过自己接近李叔同可不是为了什么狗屁计划，而是为了活命。各位注意，新的冠军诞生了！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您这次带了什么指示进来？指示？什么指示？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啊？什么喇嘛？老板，那小子没有帮其他新人。不帮才是正常的。他下棋时杀伐果断，对自己都能断臂求生，更何况是对其他人。下棋归下棋嘛，在棋盘上让我弃子，我也敢。那老板，您明天还要继续跟他下棋吗？下？不跟他下，难道跟你们两个臭棋篓子下？阅读区里，李叔同正坐在长长的木桌旁边，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阅读器，认真地看着，里面赫然是今早的各种新闻。那只硕大的猫此时再次趴在桌上睡了起来，仿佛猫生的意义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睡觉一样。陈氏集团抓到的那个郭虎禅还记得吗？审判流程已经走完了，这几天应该就会移交到这座18号监狱，到时候你跟他接触一下。以前就跟他打过一次交道，这人虽然不好相处，但起码还能沟通。今早那个少年崩溃的事情你怎么看？我观察了很久，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看起来那少年像是崩溃之后胡言乱语，可他说起洛城与永利集团字眼的时候，分明特别笃定，好像确有其事的样子。他的身份查过了，在外面也就是个中学辍学的普通社会闲散人员。他跟着18号城市的黑虎组织做机械义肢买卖，涉嫌非法抢夺机械义肢，但没有证据，最后用偷税漏税的罪名给送进来了。过去的所有生活经历都能查到，但他说的洛城和永利集团真的打听不到。谁也没见林小笑去查过什么，但他好像只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就把那个崩溃的少年给查得干干净净，这才是最神奇的地方。继续关注吧，我觉得可能跟某件事有关。席卷人间的巨浪，我宁愿犯错，也不愿什么都不做。时间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怎样使用。清晨盯着屏幕，如果说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了解这个世界，那么一定是阅读这个世界的书籍。他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连纸质书都淘汰了，剩下的都是电子产品。不过这阅读器开启之后，竟然不是操作界面，而是登录界面。第一次来监狱吧？想用这阅读器啊，得先用你的服刑编号注册一个账号。哪里能看新闻？就是那位手里的那种。别想了，你的阅读器账号没有联网权限，连我都没有。庆晨心中了然，李叔同在这监狱里的地位确实是超然脱俗，就像对方能够在监狱里养猫一样。他不再多说什么，道谢之后便低头看起自己阅读器里的内容。林小笑回到李叔同身边，若有若无地打量着庆晨，可他突然发现庆晨的阅读器翻页极快。庆晨找了一个位置坐下，他不停地将阅读器内容记下，然后快速翻页，这么一看就是3个多小时，甚至连坐姿都没有换过一下。对于别人来说，阅读可能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是了解这个世界并存活下去的途径之一。阅读器上的内容明显是被精心挑选过的，重要信息几乎没有，95%的内容竟然都是哲学与心灵鸡汤。但没关系，现在任何信息对他都很重要。上一页第3行是什么内容？当秩序成了混乱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混乱来维持秩序，拯救法律了。叶晚从庆晨手里拿过阅读器，翻开上一页。老板，没错。这一刻，庆晨突然看到桌子上的大猫睁开眼睛，他分明感觉对方看自己的眼神充满了诧异，就好像对方一直都能够听懂所有人的交谈。好吧，该开饭了。
总有人间一两风，填我108000梦。若再许我少年时1两黄金1两风。在这座钢铁猛兽横行的监狱里，如何生存呢？庆春没法指望来路不明的陆广义，因为他怕自己顶替原主的身份暴露；他也没法指望其他来自同一时空的同乡，因为对方比自己惨多了。于是庆晨坦然将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毫无疑问，李叔同就是这座监狱里地位最超然的存在。自己这么做虽然冒险，但却是最好的出路。老板面前放尊重一些。老板都没说啥呢。野妈，你管得也太宽了吧？查到什么了？资料显示，他是18号城市的一名高中生，父母车祸身亡，继承了一笔遗产，没有前科，没有案底，没有亲人，做得挺干净。他是什么罪名？盗窃。卷宗上显示，他偷了一个刚刚够量刑的液晶电话。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林小笑竟是连庆晨的卷宗都看过了。判了他多久？判了6个月。继续。刚刚那个陆广义跟这个小子接头了。陆广义进来以后啊，就仗着自己机械肢体精良，一路打压监狱里的土著势力，硬生生1个月啊，就跟其他2个派系对抗成了3足鼎立的局面。我当时就纳闷了，他是来统一18号监狱的吗？哎，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合着陆广义是给庆晨这小子探路来了。庆氏可能要选下一代影子了。下一代影子，庆晨是候选者之一，所以他来这里是带着任务来的。偌大的财团，既要面子又要里子。庆氏的家族是面子，影子则是里子。影子专门干脏活，手握权柄极重，是庆氏集团地下世界的主宰。除家主以外，没人可以辖制。只不过每一代影子的选拔过程都异常残酷，宛如养蛊。各位注意，新的冠军诞生了！将军，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看样子，庆氏又要搅得大家不得安宁了呀！我不打扰，我走了哈。老板，就算他是影子候选者，也没必要把身份背景搞得这么干净吧？好像跟庆氏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庆氏的人都聪明的跟鬼一样，甭猜了，等着看吧。我对这个庆晨更感兴趣了，你去试试他的性格。老板，您看好他，他跟咱们可不是一路人啊。我只是让你去试探试探他而已，又没有要干什么。而且从庆氏手里抢人，难道不是更有意思吗？你打算怎么试探那小子？林小笑想了想，意味深长的笑了。先让他做个噩梦吧，适可而止。放心。这时，庆晨也来排队吃午饭，他端着盘子往前走去。哎，来，以后你就不用跟着他们排队了。能跟老板下棋的人，那排什么队呀？两边的囚犯们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地粘在庆晨的身上。原本嘈杂的环境一瞬间安静了下来，仿佛大家连呼吸都屏住了。这一刻，他们意识到庆晨和他们不再一样了。不用惊奇，能跟老板下棋的人自然要有一些特殊待遇啊！赶紧吃吧，虽然这18号监狱里的饭菜一点都不好吃。庆晨抬头看向对面的李叔同，对方慢吞吞地吃着饭，没有要跟他交谈的意思。再看向人群里，队列里面的陆广义正悄悄地对他竖起大拇指。夜晚8点40分，庆晨在规定时间回到了自己的牢房。这个困意来得极不正常。就算他白天里用脑过度，也不至于困到意志力都无法支撑的他。有怪，来不及多想，庆晨便躺倒在地上。各位注意，新的冠军诞生了！将军，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清晨清醒地站在一座昏暗的别墅客厅。起初他知道这是梦境，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体其实还在囚室里。可是2秒钟之后，他便淡忘了一切。
仿佛他本应该就在这里似的，也不再记得这是梦。别墅客厅里有柴火在壁炉里燃烧，屋里有一种独特的潮湿味道，屋内的水分正在被壁炉烘烤蒸发，凝聚在房顶。高高的房顶有一盏水晶吊顶，竟然环视一周都没能找到它的开关。2楼楼梯上有血迹，客厅里摆放的沙发上有猫抓的痕迹，皮革被锋利的爪子割开了一条又一条裂缝。壁炉的台子上摆放着相框，相框的玻璃被人打碎了，照片不翼而飞。墙壁上有青灰色的刀砍印子，壁炉火焰跳动时，那墙壁上的印子与沙发上的裂缝正在诡异地扭曲。地毯上有一柄带血的匕首，有人用血迹在地毯旁边的地板上写了2个醒目的大字：有鬼。谁？警察，警号27149，是你报的警吗？请把门打开。报案人，请你站在原地别动，将门锁。庆春有些疑惑，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潜意识便听从了对方的吩咐。年轻警察上了楼，门外竟然再次传来敲门声。谁？警察，警号27149，是你报的警吗？请把门打开。庆春愣了一下，警号27149不是已经上楼了吗？那门外的是谁？你好，请把门打开。他想要弯腰去捡取地毯上的带血匕首，可是他与匕首之间好像有一层透明的阻碍，他与匕首只有1步之遥，却永远无法触碰。有人不想让他拿刀，有人想把他困在这儿，可他手臂上的回归倒计时还在跳动，他的心脏和血液也还在跳动流淌。他孤身一人无牵无挂地来到这个冰冷的机械世界，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滚开！开门！报案人，为什么不给我开门？这个再给你开。林小笑满头的问号。这个时候庆晨终于是记起来了，之前拿刀时破除阻碍的同时，也破除了这个梦魇对他记忆的屏蔽。原来他在林小笑为他制造的梦魇里，这个世界好像更有意思。各位注意，新的冠军诞生了！将军，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林小笑制造的这个梦魇，完全是听了李书同老板的指令，想要试一试庆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下这个名叫双困境的梦魇，林小笑想用来试一下庆晨是个什么样的人。结果呢，这个少年的反应有点不是人。此时此刻的庆晨没有丝毫颤抖，也没有普通人奋起反抗时的血勇之色，身上所凝聚的只有2字：冷静。可是林小笑想不明白，他明明在阻止对方拿起匕首来着，为何对方突然就脱离了梦魇的束缚？要知道，这里可是他林小笑的主场啊！林小笑，奇了怪了，你在这梦魇里竟然还能保持清醒，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好像并没有冒犯到你。我这可不是欺负你哦，而是考察你。不过现在看来，梦魇可能对你没有什么作用。这是你的特殊能力，就像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一样，我也有我的能力，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们要招揽我？哎，你为什么来18号监狱啊？清晨心里在想，我要说我不知道自己进来干什么，你肯定是不会信的。这事儿你得问陆广义呀。说实话，庆晨这会儿也在暗自思忖，自己是不是该找陆广义弄清楚前因后果呀？只不过想到陆广义那话痨加舔狗的模样，他就有点头疼。不想说也没关系，我迟早会弄明白的。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早上你还得陪老板下棋呢。回归倒计时20小时59分21秒，20小时59分20秒。李书同如同往常那样坐在餐桌旁，静静地看着一副残局。此时还没到囚犯们出监舍的时间，整个监狱都静悄悄的。老板，我昨天晚上用双轨困境试探他来着，您猜怎么着？他直接就要提刀先杀一个。我勒个乖乖，这杀性也太重了。说了让你适可而止的，普通人进双轨困境很容易崩溃的。放心，我压根儿就没进行下去。而且你不知道，那小子竟然能在梦魇里摆脱我的控制。哦，我确认他还只是个普通人而已。一个普通人能在梦魇里脱离你的掌控，这倒有点特殊了。他是怎么做到的？不清楚。
可能是自身意志足够强大吧。李叔同没有深究此事，能够挣脱梦魇束缚的也不止庆晨一人。老板，我还是劝你慎重考虑一下。庆晨这小子杀性很重，跟我不是一路人。杀性？我们为了这份事业死了那么多同僚，连你我3人都被困在这座监狱里。所以你要明白啊，小笑，我们不能用温柔去应对黑暗，要用火。说着，李叔同的神色竟是有些黯然。叶晚，把口琴给我拿过来。快要开饭了，监狱里渐渐地喧哗起来。钢铁野兽们在合金闸门里吵闹的声音，犹如热锅里开水，渐渐沸腾。可是监狱的广场上突然响起了悠扬的口琴声，沁人心脾。囚犯们拍打牢房门的声音渐渐停歇了，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像是有人用清泉淋入了干涸的荒原。各位注意，新的冠军诞生了！将军，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口琴的旋律很动听，可是当所有囚犯都沉浸在美妙音乐里时，庆晨却根本无法压制自己内心的震撼与惊讶，因为他听过这首曲子《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不是穿越后的世界吗？为何也会有《送别》这首歌？他曾经在见到机械文明的那一刻，以为这里与地球应该毫无关联，可现在看来，他错了。难道这里是地球的未来？口琴声停歇了。嗨，早上好啊！诶，没睡好吗？此时庆晨顶着2个黑眼圈，他冷冷地看着林小笑，心说我能不能睡好，你心里还没点数吗？从梦魇里脱困之后，他躺在床上又思索了很久的事情，直到半夜才沉沉睡去。庆晨虽然有着过目不忘的能力，但他本质上仍旧只是一个普通人，和林小笑这种特殊人群是不一样的，没办法熬了大半夜，第2天还能够生龙活虎。一般人从梦魇里出来都会元气大伤，萎靡不振大半天时间。不过你比较特别，在梦魇里挣脱了小笑的控制，拿起来了匕首，今天还能站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怎么成为像他一样的人？你倒是直截了当，不过你不能走他的路，反而更适合走我的路。这话一出，庆晨分明感觉到夜晚与林小笑的表情都出现了异样，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感觉气氛严肃了一些，就连那只打盹的大猫都抬起头来看他，很想问问李叔同的路到底是什么路。可李叔同好像很聪明，自己是一个穿越者，问出很没常识的问题就很致命了。怎么才能走你的路？你别误会了，夜晚和林小笑是因为遇见我的时候有些晚了，所以没法走我的路。而我现在虽然欣赏你，但还不够。明白了，这才合乎情理嘛。他觉得若是有人对自己一见如故，然后倾囊相授，那对方很可能有问题。自己面对的可能不是机遇，而是危险。不过对于庆晨来说，能够接触到那神秘世界的边缘就已经足够了。那是他以前做过白日梦，地球上不曾有的东西。现在自己距离那些已经很近了。各位注意，新的冠军诞生了！将军，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怎么样，今天还下棋吗？我看你精神状态很不好，要不就休息一天吧。下棋这种事最讲究的就是棋逢对手，若是趁你状态不好赢了，那也没什么意思。随着囚犯们列队打饭吃饭，今天有些不同。很多囚犯一边吃一边关注着庆晨这边的动静，甚至还有些人端着餐盘站起来吃，目光紧紧地盯着棋盘。一旁连陆广义也兴致勃勃地看着，他身后还跟着一群人，宛如众星拱月似的。陆广义对此非常的享受。棋盘两侧，李叔同等着庆晨回复，而庆晨则站起身来，不用休息，头屈地停3局，局2平5，局5进7，
炮2平8，车5平6，兵4进1。象棋本就是你来我往的对弈，但是庆晨这次干脆了当的说出了自己的每一步棋，像是已经料定了李叔同会配合自己走棋似的，直接将棋局推演到了终章。庆晨的红车入局吸引黑将，与最终兵4进1相呼应，构成绝杀。这是常人难以想到的精妙一手。其他人或许不知道庆晨在说什么，但是李叔同一定懂。想要破头区地停这一局，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我还以为你精神状态不太好，我赢了算趁人之危，没想到是我多虑了。人群里，陆广义的小弟听到陆广义在喃喃：“我这个乖乖又赢了，这也太帅了吧！只要能够赢李叔同这样的人物一次，一辈子都值了呀！我也想学象棋。”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问一个问题，算是刚才赢下残局的奖励，可以。刚才的口琴声是你吹的吗？是我。怎么了？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吗？很好听。这是我们组织创始人谱的曲。庆晨愣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很想说，我猜你们那位创始人可能是地球人，而且这位创始人好像也有点不要脸呐，搬运歌曲竟然当成自己的作品。等等，李叔同他们这个组织创立多久了？也不知道那位穿越的前辈是什么时候传的。你能完整的给我唱一遍吗？我想听。这首曲子的歌词并不是太完整，漫长的时光里总会有东西丢在那条长河中。没事，我只是听听。庆晨想确认这首歌的歌词是否也跟地球的一样。小笑，你唱给他听。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离别又是多。各位注意，新的冠军诞生了。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离别有时多这句歌词是后人补上的，据说当初并不是这样，只不过不管怎么补，好像都差了点意思。换成知交半零落怎么样？知交半零落。李叔同愣了一下，不知道为何他总觉得只有这5个字才配得上这首歌。送别送别，人如夕阳余晖，知己远在天涯。彼此年少时开怀畅饮，生命浓烈如盛夏。可不知哪一次送别便是最后一面，从此不再相见。李叔同仿佛坐在这座监狱里，看到了橙红色的太阳正在落入地平线，而好友正在远方跟他招手，招手之后便转身离去了。这句补得真好，就像是这首歌原本的歌词就应该是这句一样。不客气。有时候真的很惊叹，我们那位创始人真的是惊才绝艳之人。据说当年他所做的词曲多如牛毛，每一首都是传世经典，只不过在上一个纪元终结的时候都流失了，只剩下这么一首曲子。只剩一首了吗？那真是可惜了。庆晨心说，李叔同直接提及上一个纪元，恐怕那位穿越者前辈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穿越过来的吧。纪元并不是一个时间单位，而是一个新文明的开端。看样子这里的人类曾经历经过一个纪元的迭代，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有一首是只知道名字，他根本不知道旋律。前辈们翻找过很多遗址，都没能找到谱子。那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卡农。如果说之前庆晨对这位创始人穿越者的身份还持怀疑态度，那么这下就完全肯定了。庆晨在想，以李叔同对那位创始人的态度，如果自己将卡农的谱子送给他，是否能够换来超凡脱俗的那条路呢？他不确定，他甚至没法解释自己是从哪儿得到这个谱子的。再等等吧。现在庆晨也没记过卡农的谱子，还是等回归之后再细细权衡。交谈结束，庆晨直接穿过人群去了阅读区。他现在非常需要补觉，哪怕饭都不吃了，也要睡一觉再说。
总有人间一两疯，填我108000梦。若再许我少年时1两黄金1两风。忙你的，不要打扰我。庆晨其实很想跟陆广义套话，搞清楚庆氏有什么计划，但是眼瞅着回归在即，他不想节外生枝了，所以先把陆广义打发走，待到他回归之后再考虑好如何套话比较好。然而陆广义并没有离开，而是在一旁小声嘀咕：“老板，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叫您什么好，还是叫老板最顺口。估计呢你也听庆言提起过我，我呀从小就命苦，肾脏都被我爹拿去跟有钱人换钱了，给我换了一副仿生的来代替。你说爹妈都不心疼我，还有谁疼我呀？后来我听庆言说，这次是您点名让我进来探路，说是看中我的能力，我可高兴坏了。您放心，我陆广义这次绝对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算为您去死都行。不过吧，我死前还有个遗憾，你也知道吧，我也没能上过几年学，但我打小呢就羡慕那些有文化的人。这还是个碎嘴子。庆晨终于忍不住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您能不能教我下象棋啊？为什么想去下棋？因为帅啊，老板，连李叔同那样的人物都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难道不帅吗？下棋赢1两局就很有面子吗？当然了，打又打不过他，能够下棋赢他一下也很有面子呀。这倒是触动了庆晨一下。听陆广义的意思，李叔同的战斗力似乎很强。我是真没想到，老板您进来之后能跟李叔同结识，还能相处得如此融洽。以他在这18号监狱里的地位，兴许就知道咱们要找的玩意儿藏在哪。而且万一您能够得到他的传承，这影子之争恐怕就稳当了。这句话里的信息量巨大，也总算让庆晨明白自己到这里的目标是什么了，找一件东西，而且自己正卷入一场角逐之中。只不过庆晨依然不知道李叔同的传承是什么，只知道它非常重要。下棋以后瞧，你现在离我远一点行吗？好嘞，好嘞。夜晚倒计时0小时5分钟0秒。庆晨思索片刻，然后在自己手臂上凝出了一个青紫色的印子，想要看看如果自己带着伤返回地球会有什么变化。倒计时10、9、8、7、6、5、4、3、2。世界再次破碎，那熟悉的黑暗终于来临。回归。各位注意，新的冠军诞生了。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逼仄狭窄的小卧室里，庆晨依然以自己穿越前的姿势坐在床边。屋外是夜晚，而他原本拿着的剔骨刀竟然还在手上，一切都仿佛未曾发生过。庆晨皱眉，他掏出兜里的手机看了眼时间，2022年9月28日12点0分01秒，0点01秒。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穿越的日期也是9月28日，准确的时间是0点整。也就是说，他在那个世界度过了2天，而地球这儿竟然只过了1秒。那同理，自己回到这边，等到再回去时，那边也只过了1秒。不知道为什么，庆晨想到这儿反而松了一口气。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再想办法跟人解释自己为何会经常失踪一段时间了。低头看了眼手臂，自己刚刚故意捏出的青紫色还在，而另一只手臂上的白色纹路已经发生变化。倒计时47小时59分45秒。这一次的倒计时是48个小时，也就是2天的时间。没错，只有这些才能向他证明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真的去过一个机械文明，也真的见到过一个叫做李叔同的人，被一个叫做林小笑的人用梦魇考验了一次，还遇到了一个叫做陆广义的舔狗。那里有一个沉稳的夜晚，还有一只奇怪的大猫。喂，你好。你好，我这里是王城路派出所，你父亲聚众赌博被拘留了，麻烦你过来一趟。庆晨愣了一下，算时间，自己那位赌徒父亲应该是刚被抓住没多久，没想到派出所电话就打到这儿来了。我去做什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他需要被拘留和缴纳罚款，请你来办理一下手续。
不好意思啊，我不去，请你们严惩他吧。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严重的，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麻烦您给他顶格处罚，谢谢。是他儿子吗？案就是我报的，我不是他的儿子，我是热心市民庆先生。那个值班的小姐姐满头的问号，庆晨没再犹豫，便直接挂了电话，慢慢的躺在床上。他打开手机看自己的通话记录和微信，也没有看到母亲的信息。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刻他甚至更想提前回到那座监狱里去，即便那是一个未知而又危险的世界。各位注意，新的冠军诞生了！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倒计时第一天清晨7点半，庆晨换上了蓝白相间的校服出了门，边走边啃方便面。他所上的洛城外国语学校距离他家也不过是5分钟的路程，仅需横穿一条小路便抵达了。行署路上，鸡蛋灌饼的早餐摊飘出香味儿，行人们会坐在小摊子上面吃上一碗热热乎乎的豆腐脑或者是胡辣汤。新炸好的油条金黄酥脆，茶叶蛋剥壳之后光滑剔透。可是庆晨身上没钱了，他为数不多的积蓄都为了应对那个倒计时的时候采购了物资。高2、3班，庆晨坐在最后一排。这个时候，只见他同桌南庚辰神色匆匆地走进教室，一脸的紧张。昨天班主任看到我逃课，说什么没有？结果呢，南庚辰心不在焉的，好像什么都没听到似的。啊？是吗？哦，没事，我看你怎么这么慌张呢？慌张？没有啊。庆晨不说话了，彼此安静片刻。南庚辰突然压低声音：“庆晨，如果你遇到了特别诡异的事情，你会怎么做？”那就报警。对呀，找警察。庆晨，你家在派出所有人吗？有啊，我爸昨天晚上刚因为聚众赌博被抓进去了。南庚辰一脸的问号。南庚辰看着庆晨，愣了半晌。大哥，我是想找派出所里的警察叔叔帮忙，被抓去的这种帮不上什么忙呀。哦，那就没办法了。你遇到很诡异的事情了吗？到底什么事儿？没事没事。南庚辰对此闭口不言。庆晨不再说话，但是他的心中有了隐隐的猜测。南庚辰所谓的诡异，会不会是手臂上也出现了倒计时呢？糟糕，怎么了？我快看热搜，雅各布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他穿越到了一个机械文明世界，热搜上有他发布会的完整视频。各位注意，新的冠军诞生了！将军，花团锦簇的节日用来铭记逝者，而我宁愿被人遗忘。雅各布，美国国籍，世界最出名的篮球明星之一，粉丝很多。班里同学听了这句话之后，立刻打开手机去看热搜，每个人都一头雾水，只有庆晨愣在当场，因为他知道那所谓的穿越与机械文明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之前还真没想到，原来国外也有人在经历穿越与倒计时这样的事情。南庚辰已经打开了视频。这是特效吗？南庚辰喃着，是不是拍的广告片做的特效啊？视频是有人从国外搬运回来的，还为视频配上了中文字幕。视频里，雅各布对媒体说道：“我昨天晚上意外发现自己手臂上出现倒计时，当倒计时结束的时候，我竟然穿梭到了一个奇怪的机械文明世界，那里也是地球，有太阳有月亮，但似乎是平行宇宙，文明进程与我们所在的世界截然不同。”他举起自己的左臂，我穿越过去便拥有了这条手臂，就像是我替代了那边的某个人一样，成为了新的自己。我也不清楚它是什么原理，但它的力气远超我的想象，而且非常灵活精准。而我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原因，并不是要向各位炫耀，那个世界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美好，反而异常危险。我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是为了避免我被秘密带走进行研究。我在这里声明，本人拒绝成为研究对象。如果有一天我失踪，请各位……庆晨看到这儿恍然，雅各布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自己身上有了机械肢体根本瞒不住。对方又很清楚那个世界的科技远超当代，所以生怕自己被带走研究成为小白鼠，就选择了更加激进的方法。这未必是一个好办法，也可能
对方比较慌张，所以仓促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庆晨看向南庚辰，此时瘦瘦小小的同桌呆若木鸡。此刻，班级里所有学生都陷入了震惊与将信将疑的状态里，大家甚至很难判断这个热搜到底是真的还是合成特效。